古老的巴比伦城，黄色的沙漠环绕住高耸的神殿，夕阳的余晖映照出一位神秘女子的脸庞。那神秘的女子就是亚迪丽丝，她的命运将因一场瘟疫而改变。亚迪丽丝是一家7口中最小的一个，可是在她5岁的时候，她就被遗弃在巴比伦中心炼狱神庙的砖红色燃烧台阶上。为了处理自己的震惊和悲伤，她坚信上帝这样做是有他的计划和目的。她的新生活是安静的奉仕，她会照料花园，准备礼仪餐点，并擦亮礼仪香炉。直到晚上，他会向上帝祈求一个能揭示他被抛弃的目的的迹象。当他成年时，他参加了高级祭司们在1年1度的祭拜海洋活动。在当地，海洋是水和创造之神。他在巨大的注视大厅里会冻住香炉，浓浓的黑烟上升，直到冰冷高耸的石柱上才渐渐散去。之后，他感觉他的忧虑解除了。随之而来的幸福使他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众神。在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他都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职责工作，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同时，也会承担新的职责，协助祭司进行净化仪式。因为一场灾难性的瘟疫再次爆发，所以净化仪式每天都在进行，这也是为了回应高墙外面的需求。所以祭司们越来越忙，也需要更多的帮助。几个月后，祭司们都纷纷感染了这种疾病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虚弱的无法进行任何仪式。那时候，亚迪丽丝举办过许多净化仪式，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进行的人。即使是一个新手，也必须控制住膨胀的恐慌。在他举行的第一个仪式之前，亚迪丽丝感到不安和焦虑，于是去了祭司们的圣殿。当他点燃蜡烛时，他注意到后面有一个狭窄的开口。他穿过缝隙，到达了圣殿下面隐藏的墓穴。这个房间里除了一个金色的雕像外，什么也没有。雕像是一个站住的并且伸出双手的女人，在手指上还镶嵌住珠宝。亚迪丽丝才恍然大悟，这就是他一直在苦苦等待的迹象。当亚迪丽丝返回大厅时，全部追随者都向他鞠躬。他大步走向砖砌的祭坛，抓起一把用银缎造的仪式匕首。他那镶住红宝石戒指的手指像爪子一样缠绕在刀刃上。突如其来的奢华表现引起了追随者的兴趣，也被他的青春和美丽所震撼。就在他开始背诵创世史诗时，后面的一个女人突然晕倒了。亚迪丽丝快步冲到她身边，发现她的脚上全是黑色的水泡。亚迪丽丝毫不犹豫地抓起她的圣刃，朝自己的脚挥去，并割断了自己的一根脚趾。然后他将那还流住血的脚趾献给众神，请求他们保护这个女人。一片沉默笼罩住追随者，他们尊亚迪丽丝为他们的新女祭司。她的财富、美丽和忠诚的故事开始像疾病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城市。不久，亚迪丽丝的追随者称她为巴比伦的高级女祭司。但是当她表现出最初的感染迹象时，她的信仰受到了考验。她咳出的东西变成了痰和血的混合物，她的脖子开始长了脓肿，她的4根脚趾也变黑了。因为自己的状况，她感到羞愧，所以她开始戴上面纱的头饰，并随身携带一个香炉，以掩盖她皮肤上的腐臭味。她希望得救，所以她继续举行仪式，
也为他的追随者提供受祝福的水和食物，但没有任何仪式可以拯救他。在一次绝望的祈祷尝试中，亚迪利斯决定自我放逐，离开了这个城市。他和几个追随者一起向北旅行，冒险穿过乌拉什图的寒冷林地，直到再也无法行走为止。他们在一个潮湿的山洞里扎营，亚迪利斯躺在呕吐物中，他的脚已经发黑，肿得不能再走了。直到现在，他和他的追随者终于在那个洞穴里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他们都感染了瘟疫。亚迪利斯跪在追随者的中间，并做了最后一次祈祷。熏香的黑烟升腾到潮湿的空气中，然后被一阵冷风吹散。亚迪利斯和他的追随者的尸体都没有被发现。许多人讲述了他的归来的传说，但没有人真正知道降临在巴比伦大祭司身上是一个怎样的命运。